第81章暴君。对于6翼石像鬼这种身体坚实、不怎么怕雷击的超凡生物，阿尔杰除了水手途径的暴怒一击，自问没什么好的办法。当然，直接与对方听觉器官和心智体共鸣的歌声肯定是最管用的那个。如果是在别的地方遭遇，阿尔杰肯定会针对6翼石像鬼高大沉重、不够敏捷的特点，绕着他转圈，一边唱歌影响对方，一边用锐利的锋刃攻击同一个部位，依靠伤害的累积和时间的叠加，慢慢磨死敌人。可他现在正处于墓葬厅，环境受到限制，一旦避开正面，那6翼石像鬼必然会转向格尔曼斯帕罗，用7-8米的10只长戟攻击对方，使疯狂冒险家抓不住解决3位王者的机会。而最为重要的是，阿尔杰怀疑自己歌声对格尔曼斯帕罗造成的影响，也许会胜过6翼石像鬼。砰！10只长戟重重砸在地面，砸出了一个夸张的坑洼，砸得整个墓葬厅摇摇晃晃，仿佛突发了地震。而阿尔杰没有强行硬挡，于狂风的簇拥下，向右一偏，顺势腾起，轻巧灵活地躲过了6翼石像鬼的攻击，直冲着怪物的脑袋。就在这时，他看见了那双燃烧着火光的灰白眼睛。阿尔杰的思绪一下滞涩，身体瞬间变得僵硬，有种再次惨遭石化的感觉，但皮肤表面又没有灰白的颜色浮现并蔓延。惯性作用下，他继续腾起，却来不及挥出短刃，直愣愣撞中了6翼石像鬼的头部，于啪叽的声音里倒飞往后，浑身疼痛。他的眼睛里又映照出了那灰白沉重的长戟，可脑海念头迟缓，根本无法做出有效的应对。突然，一只手抓在了他的肩膀上，猛地往旁边一拉。砰！石块飞溅，火星四射，6翼石像鬼的沉重长戟又于地面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洼。阿尔杰的身体随之抖了一下，眼前所见重变清晰，思绪迅速恢复了正常。他就像是终于从一场眼睁睁看着却无法抵抗的噩梦中醒来，找回了身体的控制权。直到此时，他才发现格尔曼斯帕罗不知什么时候已出现在自己身旁。那3位王者所在的角落，电光残存，滋滋作响。不要与他对视，攻击他的胸口。克莱恩一边拉着阿尔杰快速移动，躲避石戟，一边简洁提醒着同伴。阿尔杰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过许多战斗，无需格尔曼斯帕罗再解释什么，就明白了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当即脱离帮助，身形矫健地绕到了6翼石像鬼的侧面。噔噔噔，他大步奔向了6翼石像鬼，等到10只长戟横挥过来，才猛地在狂风的抛送下高高腾起，避开攻击。呜！又是一股飓风推着阿尔杰冲向了6翼石像鬼的胸前。这个过程中，他闭上了眼睛，后拉了右臂，让相应的肌肉一块又一块鼓胀了起来。然后，他依据航海家对距离的判断，挥出了紧握短刃的右拳。呼啸的锋刃和滋滋的电光同时冒出，随着他的拳头向前迸发。砰！阿尔杰的右拳重重击在了6翼石像鬼的胸口，打出了爆炸般的效果，让那里灰白的石头先是布满细密的裂缝，有银白的电射跳跃，接着崩裂开来，变成坑洞。咔嚓，他的短刃直接炸开了，化作一块块碎片飞溅向四周。强大的反弹力量让阿尔杰倒飞了出去，半空之中，他眼角余光看见头戴丝绸礼帽的格尔曼斯帕罗不知什么时候已绕到了正面，拉开了击锤。紧接着，这冷峻的冒险家猛地抬手，让幽深黑沉的枪口对准6翼石像鬼。砰！巨大的回声里，一枚子弹穿过6翼石像鬼胸口的坑洞，射了进去。轰隆的声音随之爆发，那灰白色的10只怪物身体剧烈摇晃了几下，眼中燃烧的火光迅速熄灭。短暂的停顿后，它就像是山峰垮塌般向前跌倒了，制造出夸张的声音和地震般的摇晃。丧钟鸣响，一击致命。而这个时候，阿尔杰刚在风的帮助下维持住平衡，站稳了身体。克莱恩没有和他对话，也未寻找战利品，直接转过身体，又朝向了地面焦黑一片阿兹克铜哨静静躺着的区域。一条条长满鱼鳞的滑腻触手弹动，一个失去了小半身体的王者站了起来，体表还有丝丝电射流窜。他是那个威严、狂莽、暴虐的王者，原本穿着破烂的棕色夹克，戴着海盗的船长帽，现在没有了左臂，少了右腿和半个脑袋，身体表面到处都是焦黑和融化的痕迹。可就算这样，他依旧没有安眠，还试图融合周围的血肉，进入更强有力的状态。
要知道，克莱恩刚才用的是从海神权杖那里记录下来的闪电风暴，就算因记录有衰减，也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半神级非凡能力。从另两位王者哼都没哼一声便彻底归于平静，就可以看出他的威力。这个苏醒的逝者有问题，克莱恩心中一动，当即让怨魂塞尼奥尔跳跃至阿兹克铜哨的平滑之面，然后尝试着映照于那名王者华丽触手的鱼鳞上。就在这时，克莱恩透过密偶感觉到了狂暴的高位格的排斥力，怨魂竟无法附身，塞尼奥尔甚至被弹了回去，难以控制的现出了身形。阿尔杰见状，没去问为什么，双手一抬，于那王者的身周制造出盘旋的狂风，想要束缚住他的行动。可是那风没有向内席卷，似乎在畏惧什么，强行往外扩散，迅速消失不见。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那王者并没有立刻攻击两人，反倒向左跳步，弯下腰背，试图拾取阿兹克铜哨。克莱恩当即抖了下左手，让莱曼诺的旅行笔记精准翻页至深渊枷锁所在的纸张。这是埃姆林记录的非凡能力，它属于序列期吸血鬼。随着克莱恩紧握桑中左轮的右手以侧面在笔记上划过，那王者周围的阴影突然活了过来，化作一根根锁链，将他牢牢缠绕并束缚于原地。抓住对手短暂的停顿，克莱恩没有表情的抬起手枪，拨了下转轮，并拉动了击锤。他的视线内随即出现了不同的颜色，有红，有绿，也有惨白。瞄准惨白，克莱恩扣动了扳机，砰！一抹弹精飞入了那王者残存的半个脑袋内，让他直接炸裂，化成了血雨。同时，这枚净化子弹还绽放出太阳一样的光芒，照耀了目标的全身。那王者蜡烛一样融化了少许，并因弯下腰背失去平衡，直接倒在了阿兹克铜哨旁边。没有灵智，全凭本能行动的怪物真的比同层次的非凡者好对付不少。不过，我是不是有点对不起阿兹克铜哨？自从被送给我，他又是遭遇爆炸，又是被闪电洗礼，又遇到阳光净化，过得很不容易。克莱恩小小的忏悔了一秒，旋即操纵怨魂塞尼奥尔拾取起那枚古朴精致的铜哨，将它塞入体内。他没直接过去，害怕又有哪位王者苏醒，于是继续让塞尼奥尔这密偶摸索起刚才能抗拒附体的那个家伙。克莱恩怀疑这位逝者身上有相当高层次的物品。很快，非怨魂形态的塞尼奥尔摸到了一样东西，将它抽了出来。这是一张纸牌，这纸牌的正面是一个高举着双手、头戴3重冠冕的男子，他面前匍匐着一个个信徒，背后是闪电、乌云、狂风和海浪。这男子的长相，克莱恩非常熟悉，因为他有对方另一种打扮的画像。这是罗塞尔大帝，而教皇打扮的罗塞尔人像左上方，璀璨的星辉凝出了一行文字：序列0，暴君。风暴途径的那张亵渎之牌，暴君牌。克莱恩瞬间联想到了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对风暴之主的称呼，暴君。阿尔杰也看到了那张亵渎之牌，目光一下就变得凝固，那里有贪婪的火焰陡地燃烧起来。他做了个深呼吸，强行移开目光，望向旁边，开口说道：刚才的战斗很激烈，也许这座教堂深处的某些事物已经被我们惊醒，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拾取物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倒吊人先生，难道你认为我不清楚这个问题？你没必要这么啰嗦的，刚才的默契呢？呵，果然，暴君牌还是对你造成了影响，让你有点难以平静，变得多话。克莱恩一边让怨魂塞尼奥尔收起那亵渎之牌，进入其中一个王者的身体，加速非凡特性的析出，一边冷峻说道：你已经浪费了5秒钟的时间。阿尔杰愣了一下，不再多说，走向6翼石像鬼遗骸，先行挖去了他残留红光的眼珠，然后耐心等待了一阵，探手深入对方碎裂的背心，提出来一个灰白色的半透明金簇。另外一边，在怨魂的能力下，之前那个体表覆盖着黄绿色浓液的王者吸出了一团褐色的泥土，这泥土长着根须，潜藏着血管，显得相当奇异。没浪费时间去猜测这属于哪条途径哪个序列，克莱恩直接让塞尼奥尔收起，并转向华丽触手还在轻微抽搐的那个王者，让他的非凡特性吸出加快。眼见一团水母状装着蔚蓝海水的事物即将成型，克莱恩和阿尔杰耳畔突然响起了一道悠长的声音。唉，这叹息从教堂的最深处传来，带着无法言喻的沧桑。第82章不见了。教堂深处传出的悠长叹息声里，克莱恩和阿尔杰背部肌肉同时一紧。
肾上腺素疯狂分泌。没有犹豫，克莱恩左掌手套变得透明，整个人豁然消失不见，又浮现于倒吊人身侧。他探手抓向对方肩膀的同时，怨魂塞尼奥尔也拾起了那团水母状的非凡特性，借助镜面跳跃，回到了铁质卷烟盒内的那枚金币上。紧接着，克莱恩和阿尔杰的身体同时淡化，变得无形，整个墓葬厅一下恢复了寂静。两人直接传送到了远处的半空，于绯红的月光和云层的阴影里显出身形。下意识间，克莱恩和阿尔杰同时回头望向那座原始岛屿，想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刚才只是听到那声叹息，还未感应到实质的危险，他们就依据本能和经验做出了立即逃走的决定，此时难免有点好奇和疑惑。他们的视线里笼罩着那座原始岛屿的厚重雾气正飞快散去，让高空的月华不再受到阻碍，直直的洒落了进去。呼啸的狂风之中，克莱恩和阿尔杰悬浮于半空，透过已然稀薄的雾气，看清楚了那座原始岛屿现在的样子。它不见了，这座生活着半神级羽蛇和各种超凡生物的原始岛屿不见了。它原本所在的区域，深蓝净黑的海水轻轻摇晃，没有一点异常。阿尔杰忍不住伸手摸了下衣兜内的物品，触碰到了让他思绪微微呆滞的6亿石相轨核心结晶。如果不是战利品还存在，他绝对会怀疑刚才只是做了一场梦，怀疑自己和格尔曼斯帕罗奇怪迷路，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始岛屿，于梦中完成了一场探索。克莱恩同样也有类似的想法，甚至觉得自己这一刻可能出现了幻觉。毕竟一座存在众多强大生物、藏着神话时代秘密的大型岛屿，不可能说不见就不见，连海水都没反映出相应的痕迹。还好刚才没有一点犹豫，直接选择了撤退，否则我和倒吊人先生可能也这样不见了，再也找不到了。克莱恩心里豁然涌现出极大的庆幸，没敢更多停留，再次开启了旅行，带着阿尔杰消失在半空，穿梭于临界。而这片海域凝固于两人眼睛中的最后画面是雾气重新弥漫，越来越浓郁。又经过一次传送，克莱恩和阿尔杰回到了之前那座荒岛，站在礁石上，看着浪潮淹没了沙滩，哗啦作响。阿尔杰左右看了一眼，无声舒了口气，拿出6亿石像鬼的核心结晶和眼珠道：这是共同的战利品，你先挑他权衡之后，只将6亿石像鬼当作两人共同击杀的怪物。而那3位侍者独属于格尔曼斯帕罗。克莱恩没直接回应，让怨魂塞尼奥尔浮现于旁边，拿出了暴君牌。褐色泥土状非凡特性和水母状非凡特性，后者疑似对应海洋歌者。做完这一切，他才开口道：一场战斗，我先挑3次。他的意思是，这属于两人与3个王者加一只6亿石像鬼的遭遇战，对方于整体战局也算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所以墓葬厅内收获的战利品全部属于公共。当然，根据做出的贡献，格尔曼斯帕罗有权利先挑，并且连挑3次。阿尔杰愣了一下，对疯狂冒险家又有了些新的认识，然后点头。好，克莱恩随即将手伸向自己的密偶，平淡的拿过了那张有罗塞尔脸孔的暴君牌。他算2次有了这张亵渎之牌，再配合海神权杖，他用灵体状态行动时，可以勉强算一个伪半神了。这在扮演海神时也有相当大的作用。当然，暴君牌最具价值的还是自带的风暴途径全序列魔药配方，以及让持有者到了序列4后微妙感应到自身所需材料的能力。正因为如此，克莱恩没等回到慷慨之城拜亚姆就中途停止分配战利品，他害怕暴君牌将海王亚恩考特曼直接吸引了过来。你说算几次就算几次。阿尔杰没有反驳，也不想反驳格尔曼斯帕罗的话语。看着他将手伸向了那团大概率对应海洋歌者的水母状非凡特性，这对克莱恩来说，既可以用来制作风暴领域的神奇物品，替代被地狱上将拐走的愚人锈锭，也能于未来赐予给罗斯德群岛的反抗军，提高他们在海洋上的生存能力。当然，前提条件是他们极大地取悦了海神。收起暴君牌和水母状非凡特性，克莱恩看了眼倒吊人，示意该你挑选了。阿尔杰斟酌了下道：我可以选那张亵渎之牌内的序列4魔药配方吗？没问题。克莱恩没什么表情的颔首道：之后给你。虽然暴君牌已经开启，但将它激发时必然会有一定的动静，所以克莱恩谨慎为上，决定返回贝克兰德后再去灰雾之上研究。好，以阿尔杰的深沉，这一刻也忍不住露出了些许笑容。
这次冒险之后，海洋歌者消化的差不多时，他就要展示能力，走教会内部晋升途径了。到时候多喝魔药的问题还不算大，即使不找人生孩子，依靠时间的积累，也能彻底的解决。最关键的障碍是从序列5到序列4，是本质的变化，是生命层次的提升。风暴教会内部不知多少位海洋歌者辛苦了几十年，也无法获得机会。阿尔杰不认为身为混血儿，从仆役一步步提升上来的自己会得到什么优待，少受一点歧视，他都觉得庆幸，感谢自己善于做人。而且在教会内部，晋升序列4都是直接给魔药，不存在提前了解配方，自己做准备的事情。阿尔杰要想在可怕的竞争里占据先机，除了要立下排得进前3的功劳，还得另外想办法。他现在的思路是杀掉一位成名海盗，从他那里拿到灾难主祭的魔药配方，并让线索指向原始岛屿内那位异变的逝者，这应该是一位曾经活跃于海上，但又突然消失不见的大海盗。这样一来，风暴教会的高层必然怀疑那位消失的大海盗获得过亵渎之牌，而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证实。阿尔杰则能借助已经知道灾难主祭魔药配方的优势，得到成为序列4的机会。当然，前提是教会没有那种可以直接抹掉相关记忆的封印物。如果这个办法不行，又实在没机会晋升，我就自己秘密搜集相应的材料，准备晋升需要的仪式，一旦成为序列4，立刻离开教会，去做海盗王者。阿尔杰收回思绪，看见格尔曼斯帕罗拿走了那团褐色泥土状的非凡特性，瞄了眼剩下的物品，他收起了那灰白色的半透明金簇，将6翼石像鬼的眼珠递给了格尔曼斯帕罗。对于不缺乏强力攻击手段、海陆空全能的他来说，这非凡材料制成的神奇物品应该相当有用。在墓葬厅时，若不是不清楚精神刺穿是否能影响6翼石像鬼，而战局容不得一点失误，他的首选肯定是动用精神之鞭。分配完战利品，将它们放入不同的盒子，并用灵性之墙做了封锁后，克莱恩收回怨魂塞尼奥尔，再次探手抓住倒吊人，让彼此身影淡化，进入灵界。这次旅行完，两人出现在了拜亚姆城外的海边山峰上，依旧是墓园附近，似乎从未离开。阿尔杰没有啰嗦，向格尔曼斯帕罗点了下头道：如果需要制作神奇物品，相应的费用我来承担。合作愉快。戴着透明手套的克莱恩嗯了一声，身影突的消失不见。他丢下倒吊人，直接传送到了拜亚姆城内的僻静角落。接下来就要挑选一位幸运海盗了。克莱恩环顾了一圈，边无声自语，边舒张手指走向大街。当然，他没忘记改变样子，并给莱曼诺的旅行笔记涂抹血液。毕竟到处都贴有格尔曼斯帕罗的通缉令，而海王亚恩考特曼就守在这座城市，如果被人认出或是迷路，就不太好了。城外山脉的腰部，阿尔杰抬头望了眼深黑的夜空，绯红的月亮和数量不多的星星，缓慢吸了口气，又吐了出来，让海边的清爽和咸涩洗涤着身体。刚才那场探索是他经历过的最危险的一次冒险，如果不是格尔曼斯帕罗借助蠕动的饥饿，有了传送这个非凡能力，他怀疑两人可能无法活着逃出来。不过，作为愚者先生的眷者，世界应该还有别的底牌，比如那本莱曼诺旅行笔记上的半神级非凡能力。但这样一来，未必能顺利抵达那个墓葬厅，途中会有更多的麻烦。那张风暴途径的亵渎之牌，就是让他克制住自己疯狂的目标。这是愚者先生的吩咐，他果然早有预见。也许他还认识教堂深处发出叹息的那位存在。当初麒麟格斯或许见过那张暴君牌，却没有能力获得，才会那样说。阿尔杰思绪翻腾，缓步走向了山脚。第83章复盘，贝克兰德，伯克伦德街160号。格尔曼斯帕罗的身影突然浮现于主卧室内，黑色风衣轻晃，半高礼帽端正。躺在床上的道恩唐泰斯旋即虚化，退缩为一面巴掌大小的镜子。今晚应该是没人来拜访，阿罗德斯没弄出什么事情来。看到这一幕，见周围安静平和，克莱恩暗中松了口气，身影拔高少许，鬓角迅速斑白，蓝眸一下深邃，变回了道恩唐泰斯的样子。与此同时，那面镜子上水波浮动，银光汇聚，勾勒出一个又一个单词。伟大的至高的主人，我今晚什么都没做，不，我认真扮演了睡觉的道恩唐泰斯。另外，有遇到一件事情，你想知道吗？
忽略掉魔镜阿罗德斯求表扬的第一段话语，克莱恩内心咯噔了一下，边摘掉帽子，随手扔到旁边的安乐椅上，边低沉回应道：“说镜面之上，原本的单词分解，蠕动着形成了新的文字。有位女士在路过这条街道时，望了这栋房屋一眼，这算什么事？每天路过这里，顺便欣赏周围环境的人不要太多。”克莱恩正要开口，却见镜子表面水光浮动，映照出了一道人影。那人影对正常人来说算是奇装异服者，他身穿通灵者黑袍，眼影和腮红都是蓝色，既艳丽又妖异，正是戴莉西蒙妮。这位女士乘坐马车通过伯克伦德街，途经160号时，侧头望向窗外，看了超过3秒钟。她不仅因为眼睛对道恩·唐泰斯有印象，而且还顺便掌握了一些情况。克莱恩微微皱起眉头，转而问道：“没有别的事情了吗？”“没有。”阿罗德斯一边于镜面上凸显单词回答，一边勾勒出象征发誓的简笔图画。克莱恩点了下头，不顾魔镜的热情，强行将他打发离开。做完这一切，克莱恩拿出一根蜡烛，准备布置仪式，自己召唤自己，自己响应自己。将本次获得的战利品连同穿的衣物全部带到灰雾之上，他打算将格尔曼斯帕罗的衣物和道恩·唐泰斯做一个区分，免得未来在这个细节上暴露问题。啪！他打了个响指，让烛蕊腾起了赤红的火苗。火苗，火苗！克莱恩目光凝固了几秒，迅速闭上眼睛，转过身体，背对蜡烛。然后他操纵怨魂塞尼奥尔，一步步靠拢书桌。这个过程中，塞尼奥尔身体发抖得越来越厉害，但最终还是强行伸出右手，掐灭了烛火。先睡一觉，明天再说吧。不行，暴君牌在身上，并且已经开启，虽然有灵性之强封印，但这未必能完全隔绝他对同途径的吸引聚合能力，也许只是削弱影响，拖长时间。刚才我在拜亚姆都是快进快出，不敢停留太久。克莱恩刚平静下来，就想到了一些问题。几秒之后，他缓慢吸了口气，再次抬手打了个响指，点燃蜡烛。紧接着，他控制住内心的恐惧，操纵怨魂塞尼奥尔拿出另外2根蜡烛，布置起献祭仪式，这样就没有响应召唤，穿过烛火来到现实世界的步骤。等到一切准备就绪，克莱恩艰难转身，虔诚的低下脑袋，不敢直视烛火，然后认真的诵念起愚者的尊名。靠着毅力，险些痛哭流涕的他终于完成了仪式，将需要送去灰雾之上的物品全部做了献祭。呼！克莱恩吐了口气，逆走4步，来到那片寂静无声的神秘空间，坐至愚者所属的座椅，先行拿起了暴君牌，激发出里面的内容。那张亵渎之牌当即变得立体，仿佛一册8丈大小的书籍。书籍翻动，每一页上都有个罗塞尔·古斯塔夫，他或做水手，或戴着船长帽，拿着6分仪，或在大海背景中引吭高歌。克莱恩看得一阵无言，愈发觉得这位老乡太 TM 自恋了。如果魔女牌用的还是他自己的形象，那我就真的服气了。克莱恩一边腹诽，一边浏览相应的内容，分析着整条风暴途径的序列名称和材料仪式。序列9，水手；序列8，暴怒之名；序列7，航海家；序列6，风卷者；序列5，海洋歌者；序列4，灾难主祭；序列3，海王；序列2，天灾；序列1，雷神；序列0，暴君。这成为暴君，也就是风暴之主的仪式，和黑皇帝的差别很大啊。首先，需要数以10万计的因恐惧而服从而信仰的追随者；其次，单独挑战一位真神，也就是其他序列0，并存活下来；最后，在那恐惧与服从的气氛里，服食魔药，完成晋升。这有点坑啊！一个还未质变的序列1挑战序列0真神，10次里面要死7、8次吧？而且，如果那个时代没别的序列0呢？那不是还得自己想办法培养一位，或者转到相近途径？当然，仪式或许不是必须，只要足够幸运，直接喝魔药也不是没机会。海神卡维图瓦就是例子，他服食的都不是魔药，而是未调和的非凡特性。这个仪式的核心是挑战神灵的勇气，大量的恐惧与服从。暴君似乎也不具备黑皇帝那种扭曲规则利用规则的特殊，无法死而复生，从虚无中归来，但好像有短时间内电流化光速化的恐怖。
说不定还有制造星球级灾难的能力。罗塞尔大帝记录的重点是配方和仪式，对相应非凡能力和神灵权柄的描述太少了，而且非常模糊。克莱恩随手招来一页非具现的纸张，用原副钢笔抄录下灾难主机的魔药配方，并以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的口吻标注了一句话：平时尽量不要回想那幅画的内容，这是给倒吊人的提醒。在神秘领域，涉及序列灵的事情必须足够谨慎，足够小心，哪怕违背常理也要注意。在那座原始岛屿上看到那幅画，讨论那幅画没有事情，不代表在外界就必然安全。如果经常回想，说不定有一天就因为不够走运，在雷暴天气被闪电给劈死了，或者遇到难题无法解开，脑内血管一下爆开，或者被太阳晒得中暑，因抢救不及时而身亡。灾难主机的仪式非常危险啊，会引发地震和海啸，而晋升者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下服食魔药，撑到结束。克莱恩折好纸张，将它放置一旁，并收起了暴君牌。等用占卜的方法鉴定出自身收获的那3份非凡特性，分别属于黑皇帝途径的序列5混乱导师、风暴途径的序列5海洋歌者和耕种者途径的序列5德鲁伊后，克莱恩终于有空闲回想这次探索里发生的种种事情，思考其中蕴藏的信息。永恒烈阳明显是太阳途径的，而那位白银城造物主又被称为远古太阳神。这从第4纪遗留的一些历史和精灵异族的壁画里可以得出结论。根据有序列0无序列1的守恒定律，当时的纯白天使不该是天使之王啊，可如果不是天使之王，他根本没资格参与到分食白银城造物主的盛宴里。这不仅有外在的因素，还包含自身的问题，直接从序列2跳到序列0，极大概率会失控。要么永恒烈阳转了途径成神，要么那位白银城造物主的主要权柄不是太阳，在战胜古神后就已经将这部分权柄分配给了身边的天使，让他成为天使之王。所以精灵一族的壁画和后世流传的称谓，只是表明他曾经执掌过太阳权柄，而非一直执掌。还有一种可能，收回古神权柄后的那位造物主，有能力让同途径的序列2晋升序列1了。克莱恩的思路很快转到了那座教堂是谁建立，那幅壁画是谁留下上。因为各种情况混杂，难以理清，他干脆具现出一张羊皮纸，用书写的方式总结要点，寻找联系。那座原始岛屿是麒麟格斯和倒吊人先生一起发现的。麒麟格斯接受黄昏隐士会的任务，为了某件价值不菲的物品，前往贝克兰德刺杀尼根公爵，死在了阿兹克先生手上。麒麟格斯告诉倒吊人先生，那个教堂废墟的深处有不逊色于罗塞尔塔罗牌的珍贵事物，但必须有序列5的层次才能拿到。他之后得到了蠕动的饥饿，成为海盗将军，实力已经相当于强力序列5。那张暴君牌依旧在教堂地底的墓葬厅内。麒麟格斯后续没再做尝试，或者尝试失败了。那座教堂是信奉远古太阳神的存在建造的，里面的壁画记录着大灾变前的正神黑历史，立场明确偏向远古太阳神。黄昏隐士会疑似由神子亚当建立，目标是复活那位远古太阳神白银城造物主。那座原始岛屿突然消失不见，就像原本就不存在一样。亚当是空想天使，黄昏隐士会的核心成员里至少还有一个观众途径的天使赫密斯。黄昏隐士会倾向于让成员选择水手阅读者太阳途径，大概率拥有风暴领域的高序列材料和物品。会内或许有风暴领域的天使。克莱恩放下钢笔，看着纸上列出的内容，慢慢的有了个推测。第84章完成交易。望着列出了一项又一项要点的纸张，克莱恩手指轻敲斑驳长桌的边缘，无声自语道：教堂深处叹息的那位是黄昏隐士会的一员。麒麟格斯正是因为那次深入探索，被黄昏隐士会看中，后续才能获得晋升，拿到蠕动的饥饿，成为海盗将军。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解释他拥有序列5的实力后，为什么不重登那座原始岛屿，想办法拿走暴君牌。给你的你才能拿，不给你的你不能动。当然，麒麟格斯也可能是在拥有足够的战力，第2次探索教堂深处时，与那位黄昏隐士会的成员建立起联系的。不管怎么样，那座原始岛屿和黄昏隐士会有关的可能不小。我们之所以能较为顺利的通过不同区域来到墓葬厅，看见那幅天使之王分食造物主的图画，是因为教堂深处那位黄昏隐士会的成员有意放纵。对他们来说，如果有机会，肯定很乐意将那段被抹去的历史宣扬出去。
不过，他们从自己角度做的阐述未必就一定是真相。在之后，那位黄昏隐士会的成员大概是没有想到我们能那么快解决苏醒的逝者和6亿石像鬼，拿到暴君牌，所以才发出叹息。按照正常的剧本，应该是我们陷入危险的处境，他出手平息一切，隔空与我们对话，让我们成为黄昏隐士会的外围成员。克莱恩谨慎地用他代指着废弃教堂深处的那位存在，他甚至怀疑对方可能是曾经的天使之王神子亚当。当然，他并不完全确认那座原始岛屿就属于黄昏隐士会，相信连占卜都无法得到肯定的答案，因为这还有太多的可能，也许涉及其他隐秘存在，而灵界有关的信息必然已经被抹去或隐藏了。如果真像我猜想的一样，是不是意味着我错过了一个加入黄昏隐士会的机会？只要能通过他们的考验，说不定可以看一眼第2块亵渎石板，得到占卜家高序列的魔药配方。可惜啊！不过格尔曼斯帕罗来历神秘，背后藏着隐秘存在，是大海上各个势力的高层都知道的事情。黄昏隐士会这最古老也最隐秘的组织不会掌握不了相应的情况，格尔曼斯帕罗的下场大概率是当场被清除。通灵找答案。克莱恩先是一阵遗憾，继而又感觉后怕，思绪电转间，他甚至想派倒吊人再去那座原始岛屿，找机会成为黄昏隐士会的外围成员，一步步打入核心。问题在于那座原始岛屿已经不见了，要不然倒吊人先生真有机会成为3面不4面间谍。克莱恩手指一弹，让面前的纸张消失，将今晚的探索暂时抛到了脑后。不过他有叮嘱自己，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生活里是否有异常情况出现。他害怕教堂深处那位隐秘存在并非来不及阻止自己和倒吊人逃走，只是有更深层次的目的。如果不是通过了灰雾，接受了杀毒，克莱恩都会怀疑自己身上有对方留下的隐蔽印记。瞄了眼摆放于桌上的物品，克莱恩先将暴君牌翻了个面，置于黑皇帝牌的旁边，接着琢磨起怎么处理剩余的战利品。那属于耕种者途径序列物德鲁伊的非凡特性，他已经有初步的想法，那就是通过隐者加德利亚卖给弗兰克里。可问题在于，这会不会是加速世界毁灭的一步？克莱恩自嘲一笑，内心有点犹豫。让弗兰克里这么一个危险的家伙晋升序列物，牛、鱼、大海、蔷薇主教都会很害怕的。没谁知道拥有更强大的能力后，这个不比疯子好多少的家伙能完成什么实验，创造出什么奇异的品种。万一他把自己中了，收获了一堆弗兰克，那这个世界就真的危险了。克莱恩无声吐了口气，最终决定将这个问题交给星之上将去烦恼。反正我就是正常的卖德鲁伊的非凡特性，隐者女士想不想买是她的问题，而且只是一个序列物，相信有神秘女王和摩斯苦修会支持的她，肯定能看管得住。再说大地母神教会还有一堆圣者，有天使，有灵级封印物，有真神存在，不会处理不了相关的事情。克莱恩一边自我宽慰，一边将注意力放到了混乱导师和海洋歌者的非凡特性上。对于后者，他的初步想法是制作成神奇物品，但不知道倒吊人认识的那位工匠有没有能力，而前者他打算卖出去。虽然这同样可以制作成物品，但和手套内的腐化男爵有些重叠，而且克莱恩也开始认识到，神奇物品并不是带的越多越好，某些负面影响叠加起来，真的会要命。有了蠕动的饥饿，有了可以租赁的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他认为大部分时候还是精简一点比较好。正常情况下，蠕动的饥饿配桑中左轮，加多准备点进化类子弹，足够应付了。遭遇海战或空战时，再多一件海洋歌者制作的神奇物品。情况和局势复杂时，有机会就租赁莱曼诺的旅行笔记，没机会就用格罗塞尔游击硬挡，并丢出窃运者符咒。而这还没有计算本身非凡能力，没计算怨魂密偶，没计算动用不方便的海神权杖。说到固定资产，我已经能算真正的富豪了。克莱恩一阵唏嘘，让那些非凡特性全部飞到了杂物堆上。至于6亿石像鬼的眼珠，这属于极富灵性的材料，并自带一点神意，可以用作仪式，也可以拿来制作符咒。克莱恩暂时没有想好怎么弄，也没什么需求，早就将它丢进杂物堆了。做完这一切，他让身影消失于灰雾之上，返回了现实世界。周六上午，福尔斯本想睡到自然醒，却被世界借助愚者先生传递过来的话语吵醒了。
对方要归还他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了。福尔斯揉了揉眼睛，本想直接准备仪式，可看了看镜中头发凌乱、眼袋浮肿的自己，还是决定先去盥洗室处理下个人形象。他昨天终于将那2栋房产卖出去了，价格比预想的要高，即使扣除相应的税费，也有6550镑。让他觉得可惜的是，市面上流通的金币，平时明明很常见，可真要大量收集，却没有多少。他忙碌了许久，才换到600枚。总算可以补上欠款，完成交易了。福尔斯梳理好头发，开始布置仪式。昨晚，为了庆祝人生第一次拿到那么多现金，他偷偷摸摸喝了半瓶金朗奇和1桶南威尔啤酒，所以今早的形象才会这么差。仪式中，经过中转交流，福尔斯支付5200镑现金加600枚金币，完成了之前的杀人委托，并将获得一份审讯者非凡特性。这样一来，他还剩下2530镑现金，而2本小说的版税还在一笔一笔的进入他的账户，相对不多，但胜在持久。经过短暂的等待，福尔斯看见献祭与赐予之门光彩迸发，飞出了2件物品，一件是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一件是浅蓝色的半透明6棱柱，里面有丝丝闪电样的光芒划过。世界先生手上的非凡特性可真多啊！福尔斯暗自喟叹了一句，先行感谢愚者先生。结束掉仪式，接着收起了那审讯者的非凡特性。最后，他拿起莱曼诺的旅行笔记，翻阅上面多了哪些非凡能力。哗啦之声里，他的目光突然凝固，因为有2页焦黄的纸张不再空白，绘满了神秘奇异的花纹与符号，这代表着半神级非凡能力。足足2页，真是奢侈啊！福尔斯难以控制的低语出声，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自身可以动用的半神级非凡能力。作为一名以言情为核心的畅销小说作家，他的第一反应是，世界格尔曼斯帕罗是不是在追求自己？可想到双方根本没碰过面，那位先生又是冷酷强悍的杀手，他很快否定了这个猜测，认为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大概随时能获得半神层次的帮助，所以根本不在意这方面的事情。尽量不用，等着世界先生再次租赁自己使用。福尔斯有点胆怯的吐了口气，一点也不敢占那位可怕杀手的便宜。定了定神，他借助水晶球将新的非凡能力一一鉴别了出来，觉得都会相当好用，除了满月。如果用于自杀，这倒是神迹。他低语了一句合拢莱曼诺的旅行笔记，等着休晚上回来给他审讯者非凡特性。晚上7点多，克莱恩衣着笔挺的带着管家瓦尔特和贴身男仆理查德森等待于门厅，迎接参加舞会的宾客。很快，他就看见一位熟悉的面孔走了进来，艾伦·克瑞斯。这位知名外科医生挽着肚子高挺的妻子步入了正门。孕妇，克莱恩心中一动，笑容满面的迎了上去。第85章，客人们。作为一名有礼貌的绅士，克莱恩当然不会盯着艾伦的妻子瞧。他看着知名外科医生道：晚上好，艾伦，这位该怎么称呼？艾伦那种冷淡的气质并没有变化什么，但却不影响他一边递过包装精美的红葡萄酒，一边礼貌笑道：我夫人，维尔玛·葛莱蒂斯，一位中学教员，看起来你又要当爸爸了，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克莱恩接住对方的礼物，顺势问道。他原本为艾伦医生预备的话题是最近报道的几个外科新术士，没想过对方会携带怀孕多月的夫人一起来参加。这于他而言简直是意外的惊喜，因为在维尔玛·葛莱蒂斯夫人肚中还未出生的胎儿是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艾伦下意识瞄了眼夫人的肚子，泛起些许笑容道：7月初，如果不介意，我希望到时候能邀请你参加她的出生宴。他话音刚落，长相温婉美丽的黑发女士维尔玛突然捂住肚子，轻声痛呼了一下。怎么了？艾伦脱口问道。他踢了我一下，现在已经安静下来了。维尔玛表情舒展开来道。他旋即望向道恩·唐泰斯，勾勒笑容道：因为怀孕，我已经太久没参加过类似的舞会了，总是待在家里，心情有些压抑，所以才让艾伦带我一起过来。虽然我不能跳舞，但可以和小姐女士们聊聊天，甚至找空隙玩会牌。你的到来是我的荣幸。克莱恩诚心诚意的回应道。7月初的时候，我会参加他出生宴的。他没被刚才的小小意外影响，依然记得艾伦医生的邀请。又寒暄了几句，克莱恩将手中的礼物交给贴身男仆理查德森，让他领3位客人进入大厅。没等多久，他迎来了第2对宾客，
依旧穿着黑色神职人员长袍的埃莱克特拉主教和他的女伴。这是位脸上还残留点婴儿肥的女孩，也就是20刚出头的样子，看什么都觉得很新奇，似乎充满了活力，不过又因为已经生了孩子，多了些成熟的感觉。晚上好，主教，我最近的睡眠非常棒。克莱恩故作不知晓黑夜教会暗中努力的说道。埃莱克特拉主教当即在胸口顺时针点了4下道，这是女神的庇佑。他接着介绍起身边的女伴，我妻子孝纳约翰逊，因为他经常和道恩唐泰斯见面，而且来过对方府邸多次，所以参加这舞会不需要再额外准备礼物，那会显得太客气太疏离。你好，你比我想象的年轻许多。克莱恩半恭维半开玩笑的对孝纳点头道。与此同时，他在心里默默计算了一下，听说主教是2年前结的婚，也就是说，当时他妻子也就18、19岁的样子，这年龄差有点大啊。再过个几年，也许得介绍胖药师给他认识了。听到道恩唐泰斯的玩笑，想起当时探病时的对话，埃莱克特拉主教顿时有点不自在，轻咳了一声，代替妻子回应道，他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如果有时间，不愿意错过任何一场舞会。克莱恩没再多说，因为他看见玛丽夫人正走下马车，往门厅过来。让埃莱克特拉主教夫妇进入大厅后，克莱恩笑着对玛丽道，女士，也许我们下周就能共事了。他聘请的律师和会计团队已完成了调查，给出了考伊姆公司没什么问题，非常适合投资的结论，并且已经与出售股份的那位先生达成了初步的协议，12800镑3%股份，就等下周最后确认。玛丽闻言轻笑说道，我现在已经当你是我的同伴，这似乎是有深层次意思的含蓄话语，不会是有点看上道恩唐泰斯了吧？克莱恩心中微动，装作没有听懂，转而伸手道，合作愉快。亲握了一下后，他让管家瓦尔特引这位夫人入内。此时宾客们抵达的越来越多，克莱恩边回忆相应的话题，边热情幽默地迎接着他们，收到了不少礼物。如果不是无面人记别人长相和特点是职业本能，我都快分辨不出谁是谁了，更别提找出正确的话题。难怪这种时候往往需要管家们的协助。克莱恩一阵感慨中，看见马赫特议员一家进门而来，他重新露出笑容，上前一步道，晚上好，今天的星空格外美丽。马赫特议员笑着将一瓶不知哪个庄园产的黑兰德递给他道，我在贝克兰德待了快20年，之前看见的星空天数加起来都没今年多，希望越来越多。克莱恩转而对莉亚娜夫人道，听说你们在给海柔尔小姐找寄宿学校。莉亚娜看了眼站在身旁表情冷淡只保持着礼貌笑容的女儿道，现在越来越流行学校教育了，对女性也是这样，而最重要的是，也许海柔尔能认识更多的朋友，可惜她似乎不太乐意，舍不得我们在贝克兰德针对上流社会的女子寄宿学校已然兴起，她提供的教育未必比得上家庭老师们，但却创造了一个社交圈子。这么一所寄宿学校，每年仅学费就要500镑左右，他舍不得的可能是这里的下水道。克莱恩腹诽了一句，略微闲聊了一下，就让马赫特议员一家进入了大厅。等到时间差不多，他不再等于门厅，走至2楼，立于正对门口的栏杆后，示意请来的乐队暂停演奏。端着杯香槟的克莱恩环顾了一圈，在所有宾客都望了过来后，朗声开口道，很高兴各位能参加这场舞会，首先感谢女神，其次感谢你们，我有为大家准备一些迪西特色的乐曲和食物，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简单的致辞后，克莱恩沿楼梯下至1层大厅内的舞池，准备邀请女士跳开场舞。正常来说，开场舞时，已婚的主人肯定是找自己的配偶，未婚的男性和女士要么和自己的异性亲属跳，要么邀请心仪的对象，属于另类的相亲。可道恩唐泰斯既没有亲属在这里，也暂时没合适的目标，在这件事情上显得有点尴尬。不过他有经验丰富的管家瓦尔特已提前邀请了一位上流社会的交际花过来，与他跳开场舞顶多有些绯闻，不会让人联想到交往。所以克莱恩一点心理负担也没有的望向了那位叫做奥洛丽的女士，一步步走向了她。这位女士是个寡妇，和贝克兰德好几位上流社会人士有着相当不错的交情，在这个圈子里混得还算不错。当然她非常不受女性们待见，但凡本身有点地位的都瞧不起她。但不管怎么样，奥洛丽在女性魅力和自身气质上都颇为不错，尤其身材前凸后翘，曲线迷人，如果不是她长相只能算偏上，属于耐看型，
克莱恩都要怀疑她是不是一位魔女了。女士，有这个荣幸邀请你跳舞吗？克莱恩按照礼仪老师瓦哈娜的教导，没有一点瑕疵的展现着自己的姿态。金发盘起的奥洛丽嫣然一笑，伸出手掌道：“你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绅士。”这话说的有点暧昧啊。他的身份和在社交场合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他不能像绝大部分小姐和女士那样含蓄。克莱恩拉着对方进入舞池，在有着乡村情调的乐曲里翩翩起舞。贵族们在乡下有土地，有庄园，有城堡，每年都会于那里生活好几个月，所以上流社会的社交场里，乡村音乐是主流之一。你跳得很不错，如果不是瓦哈娜提过，我都无法相信你之前不会跳舞。奥洛丽故意让两人贴得很近，随着舞步的移动，呼吸可闻。因为对方是陌生人，克莱恩对这种距离的接触有点不自在，但又不能于大家注视下一把将这位女士推开，只好笑笑道：“只是不会跳这种。其实我很擅长迪西海湾和南大陆那些比较随意的舞蹈，我也很喜欢那些舞蹈，有力量，充满热情，跳给自己看，而不是别人。”奥洛丽找着话题，扭着身体，显得和道恩·唐泰斯非常亲密。临近开场舞的尾声，他突然压低声音笑道：“如果不是听过一些传闻，我甚至会以为你不喜欢女性，感觉有点僵硬。不过，我现在不怀疑这件事情了。”他说话的同时，往下面瞄了一眼。克莱恩内心其实相当尴尬，对方真的非常善于利用身体和语言制造暧昧的气氛，但道恩·唐泰斯是个经验丰富的人，表面绝不能认怂。他神情自然的笑道：“僵硬是因为还不适应贝克兰德的社交场，我可以教你。”奥洛丽轻笑了一声道。此时适逢乐曲结束，他向后退了一步，眨眼笑道：“你真的很热情。”这话一语双关，让克莱恩差点尴尬红脸，真的开始怀疑对方是不是和魔女有点关系。他表面不动声色，弯腰行了一礼，将奥洛丽送回了原本的位置，眼角余光则瞄到怀着水银之舌的维尔玛·葛莱蒂斯女士正走向侧面的长条桌，目标似乎是第一批冰淇淋。